欢迎来到手动对焦。这个节目好像变成我的脆文回复专题。今天讲的主题我在 Threads 上已经有发表过了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今天想更深入的往下聊，就是前阵子有一篇分享寄生上流构图的文章，底下有许多的批评指教。也许是大家接受了基本教育的荼毒，受够了国文课的各种文艺理解，又或是看够了过度解读的解析，进而本能性的排斥各类的分析，很习惯拿蓝色窗帘这样极端的个案来套用在各类的解读上。这样的现象我看了是有点小遗憾，因为不管是文学、绘画、影像等等的领域，去感受潜台词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感受并不是要大家过度解读，但如果因为讨厌过度解读，进而排斥到不去思考的程度，对创作环境来说实在不太好。只能说难怪有那么多爱2倍速看电影的人。分析影像语言这件事，大学时都有相关的作业跟练习，找一场戏分析它的分镜、节奏等等的。我的感觉这就像解剖青蛙，这件事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都没有意义，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可以发现一些做法，让我们应用在自己作品上。那想当然在观赏作品的时候，也会很自然的套用我们学习到的知识来解读。所以要说这是过度解读吗？大多时候我都觉得蛮正常的。当然这个问题很无解，因为我们都不是作者，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解释说这个是很基本的影像语言，不是我的过度解读。即使我读了4年的影像，考上了电影系的研究所，还是很多人保持独立思考，觉得自己的想法就是光，就是神话。说不定我真的过度解读了，对吧？但一直困在这个回圈里面，到最后艺术人又回到自己的象牙塔，不跟观众对话，这样也不好。我们也很希望拉近跟观众的距离，尽可能的把想传达的东西传递出去。今天我没有要聊寄生上流，也不是要讨论那张文章讲的对不对，或者是大谈怎么样解读作品。我想要来开箱一下影像创作时的一些思路，这些思路怎么反映在作品上。希望这边分享出去，大家之后看作品的时候能有多一层的思考跟感受，至少在看到别人解析的时候，会大概知道为什么他这样想，而不是觉得又在蓝色窗帘。每次讲影像语言的时候，我很喜欢拿猎人当例子，因为猎人动画刚好有新旧版可以当对照组素材。这边是同一个桥段，宙迪克跟团长的对决。对比下来，大家应该都会觉得旧版在画面的处理上更有紧张对峙的氛围吧。所以我们这边应该可以得出一个共识，我们用阴暗的光影对比、冷色调的处理，会比起通透明亮的画面，在这样的情节里面更容易营造紧张的氛围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场戏，这是小丑里面的一个片段。这一段呢是主角准备上台讲笑话的一个铺陈。在电影的前半段是一个小高潮，不了解剧情，不知道台词，光看画面，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到这场戏所传达的情绪是什么。光看画面，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压抑紧张的氛围嘛，是不是跟刚刚猎人的案例异曲同工？只要分析就会牵扯到一些色彩学、心理学等等层面，就不做过多延伸了。重点是什么？是观众影响创作的方式。我们知道观众会因为什么样的调度而有不一样的情绪感受，所以我们在创作时去依照故事的情绪去设计这些画面，尽可能从剧情表演以外的画面、音效、音乐渲染观众的情绪。我们现在用一个非常粗浅的例子来还原一下创作现场。假设一个剧情，男子在他的书房看书，想给观众一点悲伤又有点温馨的感觉。在光影上，我就会选择低调打光，去加深整个画面的明暗对比，不想要太透亮。所以照理来说就不能开日光灯了嘛，因为这样整个环境就亮起来了。那不开灯要怎么看书？也许可以用外面的月光，把月光作为主要光源。这时候房间就需要一扇窗户，让光线能够照进来。这样好像太冷了，没有温馨的感觉。我们再改一下，我们设计一盏台灯作为环境的主要光源，保留窗户跟月光，当做一个衬底的底光，让画面更有层次，整个画面也有了冷暖对比。
这是一个很基础的演示。要让影片有感情，需要的是故事、画面、声音的搭配，才能发挥到最大值。但我相信，经过刚刚那个创作现场开箱，应该能让大家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：在电影创作里面，大部分的东西很难随机偶然发生，因为我们设计什么样的画面，做怎么样的决策，都是要经过各个部门齐心协力的结果。以刚刚的例子来说，我需要月光透进来，就需要一个有窗户的房间。那场景组就要找一个刚好有这样布局的地方，窗户外还要有灯光组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没有的话，美术组还要搭景，要去设计一个符合这个布局的房间出来。台灯也需要找一个适合这个环境、故事的道具才会摆在桌上。灯泡还要换一个瓦数够大的才能够拍摄。色彩、光影连接到情绪氛围，我认为是蛮初阶的处理，也是最好懂的，所以我用这个来举例。同样的，构图的景别、角度、人物的站位、象征的关系，这些其实也都很容易观察出来。比如说特写，就是比起远景更容易传达角色的情绪；俯拍的角度会给人一种压迫的感觉，等等的。可能更隐晦的，还会有一些场景的物件。好比如说《寄生上流》里面很多阶梯的元素，你会说纯粹就是因为它场景找的地方就很多阶梯吗？不会嘛，因为这个就很好连接到故事里所传达的阶级，不是吗？不可能说剧本看完了，问都没问，场景组就找回这样的地方，导演就说 OK， 我们就去那边拍吧。也不是说不会有现场碰撞，广告或 MV 现场碰撞的情形是蛮常见的。但电影来说，就我的理解，很大一部分都是经过设计。那有人可能会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拍过几部电影？你怎么能这样断定？对，没错，我只在广告公司待过，没有进过业界剧组，顶多拍过学制短片。但就是连学生这么阳春的制作都要稍微动脑想过，更何况是拿下金棕榈、奥斯卡的《寄生上流》。我想表达的就是，这是非常基本的东西。为什么你宁可相信这一切是随机发生，宁可认为这一切是观众的蓝色窗帘，也不愿意承认这个是经过特别设计的巧思？再次强调，这支影片不是要针对那篇贴文做任何评论，而是针对一些特定的留言。这种排斥解析的风气，我认为很要不得。电影我才看过一次，我自认为没办法对这部电影做更深入的解析。没有办法反驳或护航任何人对这部电影的心得。那同样道理，你要反驳那篇文章之前，你应该不是直觉的认为他乱画线，直接喷他超译，而是做完功课再来反驳。最少是要看完这部电影。我不知道底下多少骂他的人是真的看过电影，我希望是都有，不然真的很没救。如果真的想要看我对《寄生上流》的心得分享，可以跟我说。说实话，聊这部电影有点晚了，但我也是最近才看而已。我可能要研究个好几个礼拜才能讲出一点东西。翻一下网络上，剧本书跟分镜书好像都绝版了。还好我们有博客来电子书，使用博客来电子书柜，在网页上即时阅读最新的电子书，线上聆听热门有声书与课程，无需额外下载，跨平台同步笔记及进度，任何情境都能持续阅读。现在体验还能享受专属的折扣。最后抛一个问题给大家：当我们看完一部作品，文学也好，音乐也好，电影也好，我们看完当下的心得、感受、解读，是不是真的作者所想的很重要吗？或者我换个问法：蓝色窗帘为什么是蓝色的，很重要吗？